欢迎回到江峰世界，朋友们好。这两天不知道大家注没注意，北京老百姓拍出来的街头视频，清一色的重装车队，走近了一看，根本不是红旗，全是雪佛兰萨博班、福特 F350 重型指挥车，这全是美国特勤局的御用防弹猛兽。5月13号到15号，川普要进北京，网传美国人空运了大约70辆安保特种车 C17 环球霸王，一口气连轴转飞进北京30多架次。朋友们，你们去翻翻建交史，见过哪国元首去友好访问要运大半个重装合成营进去的？这架势是去吃钓鱼台的国宴，还是去拆中南海的地雷，还是去敌占区解救人质的？还真就是去救人的。川普直接撂话，这次去要把黎智英带回家，直接坐空军1号回美国。英国人的香港，英国人的国民，现在大英帝国要不回来的人，美国总统出面点名要带走，这就是当着全世界的面扇中南海的耳光。习近平，你手里那把专制的锁已经彻底烂透了，自己家的大门都看不住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川普还没进北京，习近平就已经被架上了砧板。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全网根本没人关心川普这趟来吃几菜一汤，所有人都在死盯着那张谈判桌，习近平身边到底还剩几个听他指挥的人？老习这回从上海回来，北京圈里就开始传出一种说法，上海现场的主席台、桌布、椅子，甚至他喝水的茶杯都被反复检查。为什么查得这么细？因为中南海现在最怕的已经不是谁在会上拍桌子，而是谁在杯子里、毛巾里、饭菜里给你留下一点说不清的东西。上海这2个字对老习来说太刺耳了。李克强就是在上海东郊宾馆突然游泳出事的。李克强那一次怕的是突然心脏病，而这一次他怕的不是同一种死法，他怕的是同一个场景。在上海，在服务人员围着你转的时候，谁递上来的水，谁摆好的毛巾，你根本不知道。最怕的就是回北京以后身体不对劲，精神不对劲，最后变成一条谁也查不清的突发疾病。以前中共高层斗争再怎么撕破脸，至少还有个秦城规矩，输了关起来留口气，让你在电视上抹着眼泪认个罪。可李克强之后，这条规矩已经破了。最高领导人开始怀疑，今天桌上这杯茶，明天身边这条毛巾，后天专机上的那杯水，到底是谁递上来的？所以老习从上海带回北京的一种连水杯都不敢随便端的恐惧。但他怕的只是杯子吗？真正让他睡不着的是远处那支导弹部队。就在川普访华倒计时阶段，5月9号纽约时报甩出一篇重磅长文，标题直接点名包子弟如何对他的将军们失去了信任。最后作者引述了一个很重的判断，说他的统治正在缓缓进入晚期，说白了，下面的将军也不受他的控制了。一个独裁者最怕什么？最怕自己手里那支枪突然转过头来对准自己。所以这时候墙外那个新571工程的传闻才会突然炸起来，说火箭军有几个师级军官私下画了一张极狠的图纸，不先动习近平本人，先动他的壳。北京、西山、东北、天津、山东、河北、石家庄这些地下指挥中心，一旦被导弹锁定，等于先把这只甲鱼的壳敲碎，让它连缩头的地方都没有。荒谬吗？听上去荒谬，但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听？因为它戳中了一个真实的恐惧。习近平这些年对火箭军下手太狠了。魏凤和出自火箭军，李尚福牵着装备口，火箭军高层被一锅端，一个个将军被查。最后问题就来了，你把一支掌握战略导弹的部队倾到人人自危，你还指望他们对你绝对忠诚吗？所以现在老习的恐惧是一层一层往外扩的。在上海怕茶杯有毒，上飞机怕专机被防空导弹打下来，坐高铁也怕专列路线被人摸清，进地下指挥中心还怕火箭军的导弹。更讽刺的是，
他越怕什么，墙外就越传什么。刚说他不敢坐飞机，改坐高铁，北京马上又流出炸专列的说法，甚至还配了一套荒诞外壳，对外宣称是黑社会暴动，梁山好汉揭竿而起。这就叫恐惧的精确定位。所谓新571工程，真正可怕的是他精准说出了习近平现在最怕的那件事，他最不敢相信的恰恰是那支最能要他命的火箭军。他现在在自己的国家里已经找不出一条绝对安全的路线，看谁都像刺客，看哪个将军都像下一个林彪。而川普这时候进北京，看到的就不是一个稳坐龙椅的大国领袖，而是一个连枪杆子、茶杯和交通工具都不敢完全相信的孤家寡人。咱们看看中共建政史上最荒诞的一幕。上周官方放出魏凤和、李尚福的判决结果，死刑缓期2年执行，死缓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，同时终身监禁，不得减刑，不得假释。朋友们，一份法律文书把死刑、无期、永不释放3件事一口气写完，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你别想出来，别想翻案。更阴的是，到了实际操作里，这种人不是普通坐牢，家属能不能见，外面能不能知道他还活成什么样，都不是法律说了算，而是上面说了算。更有甚者，北京圈里传出消息说魏凤和早就不是等着服刑的状态了，人在军委纪检系统审查期间就已经出了大事。有人说是高压审讯，心脏病突发，人当场没了。这个说法外界没法核实，但你再回头看那份判决书，如果人还在，这就是政治活埋；如果人已经不在，这就是给尸体补判决。堂堂前国防部长，火箭军出身的军委级人物，如果真是在审查里出了事，那就不能说了军队炸锅，不说又必须给全党全军一个交代。所以最方便的办法就是拿出一份铁门焊死的判决书，不用问他还能不能见家属，一句终身监禁，不得减刑假释，把所有问题全部锁死。而且这不是第一次，徐才厚当年官方说是膀胱癌去世，可军中一直有另一套说法，说他在审查黑箱里已经被整垮了，最后只是用病亡把结局抹平。张扬官方说是畏罪自杀，一个总政治部主任进了审查程序，最后连公开开庭的机会都没有，直接变成一句通报。3个军委级人物，3种官方说法，一个共同结局，进了那个黑箱，活人变档案，档案变通报，通报变成一句不许再问，这是黑帮洗地。既然将军们都不在了，现在的解放军在干嘛？纽约时报那篇文章里点出了一个最致命的红与专的死循环。张又侠代表专，讲的是军队专业，装备系统能不能打仗；张生民代表红，讲的是政工、纪检、忠诚审查。外界披露过一个很刺耳的细节，张又侠当年反对张生民当军委副主席，理由就是把一个纪委调查员放到这个位置，会让解放军看上去像一支不认真打仗的部队。一语成谶，你们去翻翻最近这几天的解放军报，从头版到第10版，简直像一本家庭相册和党校院报。实战演练的硬东西看不见多少，新装备亮相看不见多少，铺天盖地全是政治整训，树立正确政绩观，对党绝对忠诚。魏凤和、李尚福这些军中大员下场是死缓。这就是用2任国防部长的血在给全军现役军官立规矩，政治第一，专业第二，打仗靠后，站队要紧。胞弟天天在报纸上喊绝对忠诚，恰恰说明他已经没法用一次正常的军中亮相把局面压住，他只能靠政工干部在版面上给他念经还魂。讲到这里，朋友们，咱们先稍微缓一口气。人到中年最怕的还真不是外面风大，是自己身体先扛不住。所以今天节目中间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普瑞堂玄宝黑参，它适合平时压力大、精神消耗多、
上了年纪以后觉得体力跟不上的朋友，用来做一个长期的身体底盘养护。这次普瑞堂也给咱们观众准备了优惠活动，满500就送一根玄宝黑参，多买多送，上不封顶。一定记住咱们的优惠码 GF， 下单的时候输入就能参加这个满赠活动，而且是全球包邮。屏幕下方和节目说明区都有链接，大家点进去看。还是那句话，根据自己的情况买。支持普瑞堂也是支持我们节目继续做下去，也感谢普瑞堂长期支持我们频道。好，广告回来。包子的军权在裸奔，那他的钱袋子呢？咱们把视线转向浙江宁波。5月11日，最高检对许传志作出逮捕决定，罪名是利用影响力受贿，并指定浙江宁波检方审查起诉。随后，宁波检方把案子推到宁波中院。这是一条很容易被普通观众划过去的小新闻，但懂中共权力线路的人一看就知道，这一刀不是随便砍的。许传志是谁？山东人，1982年进中纪委，干了一辈子纪检，做过宁夏纪委书记，也做过中央巡视组副部级巡视专员。换句话说，他不是普通地方贪官，他是纪检系统里熬出来的老人。这条线再往深处看，就绕不开王岐山，中共政坛最像工具箱的人。他身上贴着3层标签：朱镕基系统里的金融大将，姚依林女婿这条保守派关系，红二代圈子里的边缘人。18大之后，他被习近平推到中纪委，成了那把最吓人的反腐刀。那几年刀很快，血很多，江派被砍，团派被砍，地方大员被砍，军队也被砍。可问题是，刀用完以后怎么办？19大王岐山没进常委，20大王岐山彻底退场。他们未必会直接动王岐山，因为王岐山是正国级退休老人，背后还连着朱镕基、姚依林、陈云那套老保守派，动他本人等于砸老人规矩，撕裂面太大。所以更聪明的做法不是先砍树干，而是先拔钉子。周亮、易会满、李云泽、许传志这些名字不一定都能用一条公开文件串死，但是他们指向的是同一层东西。王岐山时代留下的金融口、纪检口、监管口正在被人一根一根拆。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川普访华前，钱袋子这张桌子突然变得这么敏感。何立峰表面上是主管经济和金融的副总理，是习近平信得过的，可中共金融系统不是谁坐上副总理位置，谁就能立刻压住全场。银行、证监、金监、纪检、巡视这些地方几十年攒下来的旧关系，不是换一个何立峰就能一夜清空。所以现在的问题不是何立峰能不能谈，问题是何立峰谈完以后回北京向谁汇报，谁能点头，谁敢拍板，谁才是真正拿着钱袋子钥匙的人。许传志这颗钉子就是在这个时间点被推出来的。军权桌上，魏凤和、李尚福被封官，钱袋子这边王岐山时代的旧纪检网也被拽出来见光。川普还没进北京，中南海先把2张桌子露出来了，一张是枪，一张是钱。这就是递给川普的一封无字见面礼。你等会儿见到的那个人还坐在主位上，但枪和钱可能已经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。枪杆子哑火了，钱袋子松了，那笔杆子呢？咱们来看看这部官场现形记里最可悲的一个角色，王沪宁，中共唯一的把3代领导人的政治口号都翻译成党章语言的人。江泽民要3个代表，他能写；胡锦涛要科学发展观，他能写；习近平要新时代思想，他也能写。他是给皇帝修庙的人，谁坐上龙椅，他就给谁写牌匾。这就是王沪宁最厉害的地方，也是他今天最危险的地方。和平时期，这种人最稳；改朝换代时，这种人最脆。因为新桌子一旦摆起来，别人第一个要问的就是你过去到底替老皇帝写过多少东西，你知道多少秘密，你手上沾了多少墨。20大闭幕式上，胡锦涛被工作人员带离主席台，那一幕全世界都看见了。
栗战书当时有个起身动作，王沪宁在旁边把他按住。这个细节后来被外界反复放大解读，就成了他今天洗不干净的一笔账。20大后，习近平把王沪宁安排到政协，表面上是正国级，体面得很，实际上他是政治冷宫，很多被挪出核心权力桌的人都在那里。王沪宁去政协就是要替老习看着这些人，别让冷宫里的人重新串起来。可形势变了，今年4月，政协系统的巡视部署会公开画面里被外界注意到的是石泰峰、胡春华、王东峰这些人在台前，王沪宁没有站在最显眼的位置上。这个细节很刺眼，因为政协主席是他，但有些关键动作开始绕开他，或者至少不再围着他转，这是权力场里的冷风。看场子的人自己也开始被看。王沪宁也不是没有感觉，今年两会期间，他有一个被外界反复解读的动作，发言结束后回座位前专门朝习近平方向微微的鞠躬，旁边的赵乐际一脸懵逼，老习一脸嫌弃，直接把头转过去，全场鸦雀无声。这一鞠躬是公开的跳船声明，王沪宁是在告诉全场的中央委员，你包子弟顶多是下台，我王沪宁可是要生死族灭的，我不是卖主求荣，我是逼不得已，我先撤了。这几天他又跑出来会见国民党的张荣恭，稿子里一口一个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。他是出来顶班，而且顶得非常小心。我今天出来见人，不是我王沪宁要做主，我只是执行习近平上次定下的方向，功劳是他的，责任也别全算我的。这就是王沪宁的老本事，永远把自己写成工具人，永远不抢主位，永远给自己留一条退路。对于元老院来说，这就是赏给王沪宁的一杯退休茶，让他出来走个过场，维持一下局面。等真到了换桌签的那天，直接连椅子带人一起撤掉。可问题是，下一朝还需不需要这种笔？下一朝是清算之朝，是用刀的朝代。他写了一辈子理论，最后连个给自己写讣告的笔都握不住了。朋友们，所有的草蛇灰线，所有的明争暗斗，最终都要汇聚到5月14号川普与习近平见面的那张照片上。这场戏表面看是中美元首会晤，实际上是一次公开老习权力的检验。川普会不会提黎智英？会不会压非法滞留者问题？会不会把芬太尼、贸易、稀土、台湾、新疆这些账本一起摊开？这些都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，老习答不答应，可能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了。何立峰去韩国谈贸易，李成钢在前线跑谈判，背后还有另一张桌子在算账。老习现在更像是被推到台前的门面，他要把红毯走完，把笑脸摆完，把国事访问撑完，但真正负责分账的人未必坐在他旁边。川普这趟进北京，真正带走的未必是某一个人，他带走的是一张照片。那张照片会告诉全世界，包子弟身边到底还有几个听他的。所以川普访问还没开始，戏台子已经开始抖了。等15号川普的空军1号冲上云霄，带走黎智英的那一刻，留给中南海的将是一场血肉横飞的大清算，咱们拭目以待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江峰世界，请大家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接着扒。